大家好，我是法沙。在上一期呢，關於強姦罪無罪案例的分享視頻裡面，我看到有條評論，問的是如果在 SM 關係中女方反悔，那女方能不能告強姦？恰巧關於這個問題呢，我還真有一個案例是可以分享的。本案呢是律師內部專業研討會裡的一個案子，涉及的罪名呢是強制猥褻，不是強姦罪。今天呢我就出期視頻跟朋友們好好的聊一聊。具體是什麼情況呢？本案中男女双方都是大學生，也都是 BDSM 的愛好者。什麼是 BDSM？ 你們懂不懂？懂的就把懂字打在公屏上。我能說的是我懂，畢竟呢是律師，不懂呢就不能為當事人充分辯護。這裡後續呢具體介紹案情，大家就知道了。所謂的 BDSM 呢，簡單理解就是在一段關係中，雙方通過捆綁與調教、支配與臣服、施虐與受虐來獲得身心快樂的一種與性強相關的關係。這時呢，可能就會有人打問號了，還真有人找虐嗎？是不是吃得太好了？其實呢，在此類關係中受虐方往往會在極度的被支配感中獲得極度的安全感。也正因如此在此類關係裡面 S 反而是付出方，而 M 才是那個獲得方。因此你也會發现很多所謂的約調就是約定調教S 呢是要收錢的。其中呢有一本李銀河教授的《虐戀亞文化》感興趣的朋友呢就可以看一看。具體到本案例呢，男方是 S， 女方是 M。聊天記錄中呢，女方確實對男方有認主的表示，認主。且雙方呢進行了多次的調教，在交往過程當中呢，也的確有證據來證明男方對女方有肢體上的虐打和言語上的威脅，比如說繩索皮鞭蠟燭等等。且女方呢有很多在旁人看來尺度非常大，並且呢公眾難以理解的行為，這些呢我就不具體的多說了。然後這個案子是怎麼發生的呢？不是女方自己主動報的案，是女方的父親無意中就看到了女兒的聊天記錄，發現自己的女兒呢竟被另外一個男人如此控制和虐待。然後呢那個男人還讓他叫爸爸，他就勃然大怒這個到底是什麼情況？女方見狀慌了神就說自己是被男方威脅強迫的。於是呢基於保護自己女兒的目的，這個真爸爸呢便拉着女兒去報案，要追究這個假爸爸的刑事責任。本案涉及罪名呢是強制猥褻罪。強制猥褻罪呢，根據刑法第237條之規定是指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行為。在明白法律規定後呢，我就幫大家梳理一下關於本案的幾個關鍵的事實。首先呢是男女雙方確實建立了 BDSM 這種關係，且男方是 S， 女方是 M。在此類關係中呢，有過了解的朋友應該都明白，在 M 說出安全詞以前呢 S 對 M 的施虐行為就視為 M 對上述行為表示同意，雙方是有默契的。甚至呢在這段關係中 M 想要的就是 S 的施虐， M 對 S 的施虐行為是認可甚至是非常享受的。在此基礎下，本案中女方对男方有明確的認主行為。認主意味着什麼呢？按照 BDSM 圈子內部的理解，某種程度上就意味着他就男方在安全值範圍內的性施虐行為就進行了性同意。其次呢是雙方在建立關係以後確實有過多次的調教，在男方的調教過程當中呢，女方並未明確表示不再繼續這段關係，且就每次調教都進行了行為上的配合，積極配合。再者男方在此段關係中呢，確實有對女方有過肢體上的虐打和所謂言語上的辱罵和威脅，行為上呢有皮鞭抽打，言語威脅上呢有諸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我就把你賣去非洲之類的。至於侮辱就有什麼母畜之類的話。緊接着呢，女方在被父親發現這段關係以後，就對性同意進行了否認，說有關性接觸呢都是自己被男方威脅發生。當然呢，還有一個也是認定本案到底是強制猥褻罪還是強姦罪的關鍵，即男方並未與女方發生性關係。這個性關係呢，具體指的是在多次的調教過程當中男方都沒有性器官的插入，即使是在女方被捆綁的情況下。所以看得出男方確實是在很認真的進行着調教。聽到這兒，你們認為男方構不構成強制猥褻罪呢？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我先介紹一下本案的公訴人視角如果你戴着有罪的眼鏡，以傳統思維來看的話，本案是確鑿無疑構成強制猥褻罪的。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在案證據有證明男方對女方有身體上的猥褻行為，
什麼是刑法意義上的猥褻呢？除了性器官的插入，你未經同意摸乳房、私處等敏感部位以及口交都算是猥褻。而很多 BDSM 愛好者在調教過程當中呢，很難不留下一些包括視頻、圖片在內的视听資料，這些到後面呢就都會成為證據。第二是，在案證據能證明男方對女方有過暴力行為、強迫及威脅，比如按頭抽打言語威脅等。可能呢，這在知道這種性小眾愛好的人看來這些都是遊戲的一部分，但對於不懂的人來說，從外觀上看，這就是性虐待。我舉個例子，在這條視頻裡面，女方有沒有被打？有。她有沒有哭？也有。你說她同意，那問題來了，她有没有求饒呢？她也有。好，那這不就是強制性嗎？第三是，雖然在聊天記錄當中，女方有明確的認主以及親昵的行為，但是呢，因為有多次的調教，女方呢認可這一次，不代表每次都認可。後續的調教行為呢，很有可能是在男方的威脅下產生的。說到這兒，就出現了兩個在性侵類案件當中極為核心的法律知識點。第一，即在強姦罪、強制猥褻罪中，認定一方構不構成對另一方的強迫，到底是以違背婦女意志為標準，還是以有沒有獲得性同意為標準？是的，獲得性同意不代表你沒有違背婦女意志，沒有違背婦女意志不代表你獲得了性同意。大家先細品一下，這是什麼意思呢？應該是張明凱教授曾經分享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即一個醫生，他救了女方丈夫一命，女方呢對此極為感謝。然後有一天呢，醫生他就趁女方丈夫不在，就進入了女方的家裡，並要求跟女方發生性關係。女方以淚洗面就說，我確實是不想也不願意和你發生性關係的，但因為你救了我丈夫一命，與我是恩人，所以為了報恩，我就從了這一次了。在這個案子當中，醫生他有沒有違背婦女的意志呢？有。但是他有沒有獲得女方的性同意呢？也有。所以他構不構成強姦罪？這就是獲得了性同意，不代表你沒有違背婦女意志。而什麼叫沒有違背婦女意志，不代表你獲得了性同意呢？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在強姦罪的實務當中，最具爭議性的案件類型呢，叫做半推半就。我們要坦率的說雖然很多人在提倡 no is no， 但在現實生活當中呢，只能說不盡然。兩性關係呢最曖昧，女性呢的確是可能基於性羞澀的原因不那麼主動的，到底是真不要還是欲拒還迎，這個呢不能一刀切。什麼偶像劇段子之類的我就不多說了，我就舉兩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不要和不要，以及討厭和討厭，這個呢也是有區別的。但是呢，具體到讯問的筆錄當中，這個語氣就不會呈現出来。訊問人員只會問他有沒有說不要，你說他有說不要，他有沒有說討厭，他會說有說討厭。所以呢，這個語氣不會體現在訊問筆錄當中，因此這一點也是風險所在。不過客觀的說，會有區別。而在實務當中，司法機關是以什麼為準呢？在學術界目前大多是支持性同意說，但在實務中呢，目前沒有一個單一明確的標準，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在一些所謂的封建迷信強姦案中老法師說和我採陰補陽，你就會長命百歲。女方信了，進行了性同意，但後來發現被騙，老法師呢也會被認定為強姦。而在很多的傳統強姦案中你會發現很多辦案機關呢是沒有對雙方關係來進行綜合全盤的考慮的。這一點我們有一個很真切的體會，只要女方說了不要，你繼續了，那就視為你存在強迫性。而第二個重要的知識點即在於性同意的同意期限。就拿本案來說我同意这次不代表我同意下一次性同意有沒有約定期限呢？這也是個問題。像此前有名非常知名的年輕男藝人，不是也爆出過和女粉絲玩 SM 嗎？還爆出女方也簽了所謂的認主協議。得虧女方後續沒有報案說他強姦，不然他也懸。如果他看到這條視頻，他應該後怕。對於公訴人的有罪視角說實話，律師可以理解，但是基於刑法遷移性的原則呢，本案從我個人觀點來看，我認為就不應貿然認定構罪。到底構不構罪呢？需要從以下幾點來進行仔細的甄別。首先呢，就是男方對女方所謂的性虐行為到底有沒有超出被害人承諾的範疇。說到這裡呢，我們就要具體的闡釋兩個概念，一個呢是刑法中的概念，叫被害人承諾；一個呢是 SM 圈中的概念，叫做安全詞。被害人承諾呢，就是指基於被害人允許他人侵害自己，注意是允許他人侵害自己可支配的權益的承諾而實施的損害行為。比如說你求我扇你一耳光明確表示不追究我責任，這就叫被害人承諾。而被害人承諾呢，是刑法中違法阻卻性事由之一。
還有什麼是違法阻絕性事由啊？正當防衛。違法阻絕性事由呢，又稱排除犯罪的事由。當你有了違法阻绝性事由時，你就可以主張自己有關行為不構成犯罪。而在司法實踐当中啊，有2種情況之下，即使你獲得了被害人承諾，你也是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責任的。第一种呢，是你的侵害行為已經超過了法律允許的必要限度。比如說，你让我把你杀了，我杀了你，我也构罪。比如说安乐死，为什麼呢？因為生命權是不能夠隨便承諾的。你就是想賣自己，你求我把自己賣到非洲，我真賣了，我也構罪。包括你求我扇你耳光，我一耳刮子把你扇到了轻伤2級，我也涉嫌故意傷害罪。因為轻伤2級就達到了故意傷害罪的定罪標準。所以問題來了，強姦或者強制猥褻，被害人承諾可以免責嗎？即我同意你可以未經我同意強行與我發生性關係，那你真正實施了以後，你可不可以免責？這一點有點繞啊，大家細品。答得看具體情況。比如說，你前一秒求他強姦你，下一秒呢你就反抗並報案說他強姦你，這就甚至已經不該討論是否是被害人承諾了，我們得鄭重考慮你是不是在仙人跳。而從另一方面啊，你今年同意他強行與你發生性關係，不代表明年你也同意，屆時呢他再強行與你發生性關係，那就是強姦，懂吧？朋友們感受一下，這就是真正的辦案和法考的區別。法考呢會給你一個標準的答案，而真正的律師會結合案件具體情況進行細緻的分析。法學有意思嗎？覺得有意思的就扣個1。第二種呢是你的侵害行為已經超過了我自己允許的範圍，這就涉及到第二個概念了，就是安全詞。因為玩 BDSM 啊，每個人的線都不一樣，有的人呢可能比較尺度大一些，有的人呢比較輕度，所以為了防止施虐方的越界呢，安全詞就會變得非常的重要。當被虐方說出安全詞的時候，施虐方就需要停止。比如你就喜歡被打屁股，你們約定的安全詞是羅老師。舉個例子羅老師，如果你以為在打屁股的時候，對方拿出來的是小皮鞭，沒想到對方直接拿了個殺威棍出來，你估計呢打你身上你就得就地杖斃了。這時呢你大喊羅老師，他就得停止，不停止就叫什麼呀？超出了承諾範圍，對方呢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所以回到這個案子當中，其實我們判斷女方是否做出性同意就很簡單，就看雙方是否有約定安全詞規則，以及女方呢是否使用了安全詞規則。如果雙方有明確約定卻並未使用，那根據行規律師即可主張男方的有關行為是得到了女方的性同意的。同時呢，我們也需要仔細的甄別男方所謂的言語威脅到底是一種 BDSM 關係下的情緒行為，還是在真威脅。比如說男方邊打屁股邊讓你叫爸爸，說你不叫就把你送非洲，以及男方再三讓你去他家，你不去，他就說如果你不去就把你卖到非洲，逼你去。這其實上呢是2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呢是情緒，而後者呢是真威脅，並且女方自己在心裡到底清不清楚男方到底有沒有把自己賣去非洲的能力呢？這很重要因為這會對其到底是否違背婦女意願分辨是情緒還是威脅產生重大影響。如果對方就只是一個買道具都得上鹹魚的窮大學生，你說你信他能把你賣到非洲，那就呵呵。再者我們也必須認真考慮女方父親介入這個因素對案件的影響。這裡就分享一個很多朋友都聽過的概念，叫排除一切合理懷疑。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在定案前定案的證據與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有沒有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或合理解釋。在此情況下，問題就來了，女方的報案呢，到底是自己的性癖好被父親發現以後，基於羞恥心而謊稱自己被強制猥褻，還是真的她被強制猥褻了呢？這個合理懷疑我們就必須排除。怎麼排除呢？女方除了和男方之外，其實還有與其他人的聊天記錄，包括一些搜索記錄，我們都應該申請調查取證，這樣就能較為真實的還原女方的真實心態。說到這兒有一個很可嘆的點，即如果你真的做過刑案，你就會發現司法實踐和你所受的法學教育完全是倒過來的。比如說你所受的法學教育告訴你在定一个人有罪時，你要對案件定罪排除一切的合理懷疑，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呢，情況往往相反，你要幫一個人無罪，你就得反過來排除一切關於他可能有罪的合理懷疑，而這呢就是刑辯律師的辛苦之處，也是專業之處。所以最後我說2點。第一點呢是，如果你想玩 BDSM 可不可以？我認為呢，法無禁止皆可為，雙方只要達成合意，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即可。且呢，我認為這屬私權的一部分，只要你們就自己玩，沒有影響他人，沒有當眾涉嫌影響和破壞社會秩序，法律呢就不應過度干涉。
但是鉴於此類關係的特殊性我建議雙方要有明確的聊天記錄、書面材料來明確這段關係呢是彼此同意的，並且呢要有明確的安全詞規則，以免日後出現爭議。第二是雖然這個案子大家聽起來可能覺得非常獵奇，但其實從律師的視角來說這個案子其實具備非常大的研討及辯護的意義，因為其有別於傳統的性侵類案件，背後呢從司法層面值得辨析的點其實上特別多，而這就是我樂於做刑辯的地方。包括我們團隊接的很多案子，無論是盲盒案、班能小松案以及一些性侵類的案件，有的呢是完全新類型的案件，有的呢其實是在向城府的司法观点宣戰。在此過程當中呢，对案件争議進行思索和辨析，并为當事人們爭取屬於他們的公正，是我的職業熱情所在。今天的案例解析呢，就跟大家分析到這裡跟你分享真實辦案經歷和律師生活。我是法山，付費諮詢及案件委託請私信，我們下期再見。